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朕飘了300年，看着大明亡，看着朱家江山碎成尘土。原来大明不是没银子，银子都在他们家里。若能重来一次，朕先杀的不是阉党，是这群吃空大明的蛀虫。陛下，陛下醒醒！朕真的回来了。国库一时没银子，臣妾当年在王府还攒了些私房，臣妾再去求皇嫂，总能把皇兄的丧事办妥当。皇兄丧仪，国库空空，这是朕刚登基的时候，一切还来得及。这一次，朕不会再信错人。玉凤，别哭，银子的事该朕来操心。你去陪皇嫂，皇兄刚走，他比朕更难受。大半，王大半在哪儿？奴婢在。去，把魏忠贤带到暖阁。陛下，魏忠贤罪名已定，陛下是要赐死9000岁。赐死？朕要他活。大明不是没银子，只是银子不在国库，在那群满口仁义道德的大臣家里。陛下的意思是，前世朕错把刀折了，这一世传魏忠贤，朕要借他的刀，割开东林的钱袋子。9000岁，墙倒众人推，那些人全跑了。陛下清算阉党，怕是不会留我们活路。咱家这一生见惯了冷暖才行的事。圣旨到，陛下口谕，宣魏忠贤入暖阁见驾。不是赐死，是召见。陛下，这是要用杂家。皇兄的丧仪钱、贱奴入关前的军饷钱、赈灾的钱，朕这一世一笔一笔全从他们家里拿回来。魏公公，进去吧，皇上在里面等着呢。有劳王大办，老奴魏忠贤拜见皇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魏公公，请吧。鸩酒、砒霜，皇上终究还是要杀我。先皇，老奴对不起您，没能护住大明江山，老奴这就随您去了。好酸，这是醋。盐？现在知道了，盐打哪头咸，醋打哪头酸。老奴知道了，老奴知罪，老奴罪该死，谢陛下不杀之恩。罪该万死，你倒是会说。看看这些，猜你的折子叠起来比人还高。魏忠贤，你这可是破了我大明的记录了。老奴糊涂，老奴贪赃枉法，求陛下恕罪。先皇待你如何？先皇对老奴有天地厚之恩，老奴粉身碎骨也难报应。自然如此，当阴奉于你，总该上后事。始皇便献出所有，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就凭你，你现在还有银子可献吗？陛下，是啊，老奴已经被抄家了，哪里还有银子？看看这个，500万两。堂堂9000岁，把持朝政3年，就只贪了500万两。老奴明白，老奴愿为陛下出骚淫欺君罔上的蠹虫。你能想到这一层，还算没糊涂。大办，调一队东厂番子给他。是，陛下。朕给你一个差事，办好了，你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往后还有你的位置。办不好，哪儿来的老东西？不知道东厂什么地方吗？滚！瞎了你的狗眼！咱是魏忠贤，奉皇上旨意接管东厂，把里头当值的猴崽子全给咱给叫起来，立刻！咱家奉皇上旨意查抄贪腐，现在按这份名单，立刻去查这6个人的家。记住，秘密行事，走漏一点风，大家扒了你们的皮。老奴这条命就赌在这一次了。陛下，用魏忠贤恐怕会引来朝堂党人非议，朕怕的就是他们不非议。大办，你刚才也听见了，魏忠贤亲口说他有2000万两家产，可报上来的却只有500万两，都是那些抄家的官员挖出来。他们借着抄魏忠贤的家，这群蛀虫中饱私囊。差不多了。陛下，幸不辱命，这是那6个官员的家产清单，只有800万两。陛下容禀。这些贪官抄没之后，多半会拿银子打点同党，剩余700万两，老奴定能查个水落石出。不必了，皇兄等不起，朕也散不起。800万两都满足不了他。明日早朝，你先动这2个，最后这一人视情况再动手。陛下，这差事你办得不差，但也算不上好。明日朝堂上你若机灵，朕或许真会留你。这位新君根本不是17岁的少帕，前几日还要发配我去凤阳，转眼就用我来对付文官，以后跟他打交道，半点都不能马虎。虎落平阳变妻。老魏，是你回来了吗？
你怎么在这儿？下午陛下来找过我，说我不宜在留宫中，我出宫后无处可去。陛下替人派恩，你可要好好到这儿。皇上，从今往后魏忠贤这条老命就是您的了。来，帮咱家换上。老魏，你这是何苦？这是咱家给皇上的投名状，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文官放松警惕，也才能让皇上看到咱家的。是老夫担心的。听说昨晚上召魏忠贤进宫了，您说一旦让他缓过这口气，咱们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恩师放心，弟子已经写好了奏折，今日早朝就参他一本，定要让皇上将他凌迟处死。好，刘松，今日就看要能扳倒魏忠贤，你就是我东林党的功臣。穆秋公，燕贼这身打扮，肯定是已经被皇上定罪了。太好了，看我今日不骂得他狗血淋头！燕贼，你也有今日！你结党营私，祸乱朝纲，本官恨不得生啖你肉！闹吧，尽管闹吧，待会儿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300年了，又坐在这个位置上了，今日就拿你们这些蛀虫开刀。陛下，臣有本奏。讲，臣参奏原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臣前日奉陛下旨意，其查缉福定，超出赃银500万两。陛下，如今国库空虚，边军欠饷，魏忠贤实乃国之巨督，臣请陛下将此爷处以极刑。皇上还怎么保他？好一个国之巨督！来人，把魏忠贤给朕押上殿来。我没让他穿囚服啊！罪奴魏忠贤叩见皇上。燕贼，你还有脸提先皇？先皇待你何等信任，你却贪赃枉法，祸害天下！好个魏忠贤，果然是老狐狸。魏忠贤，你既已知罪，还有何话可说？老奴受先皇隆恩，无以为报。现银，边军等饷，灾民待赈，哪一样不比先皇葬礼要紧？说得好听，银子拨下去，还不是进了你们的腰包？不对吧？老奴怎么记得我的家财总计该有2000多万两？若是这个数，边军发饷，灾民赈济，再加上风风光光送先皇一程，绰绰有余。2000万两，哪来的2000万两？魏忠贤，你休要血口喷人！你的家产分明只有500万两，那多出来的1500万，难不成被你俩吞了？不好，这是魏忠贤的圈套，不能深究。启禀陛下，魏忠贤血口喷人，污蔑朝廷命官，分明是想状即刻下旨，将他处以极刑罪。想杀人灭口，晚了。狗东西，你罪责难逃，还敢污蔑朕的爱卿！刘松和张志各贪了150万两，陛下只要派人去他们府上搜一搜，定能搜出。陛下岂能凭一个罪犯的一面之词，就去搜查朝廷颜面何存？魏忠贤，朕难道能无缘无故去抄大臣的家？陛下，若是搜出银子，国库便能多出300万两印象。好，就这么王大办，立刻带锦衣卫去2位爱卿府上看看。是，陛下。陛下不可！陛下饶命！陛下，您是95之尊，岂能如此儿戏？哦，朕也是没法子。国库缺钱啊，为人君者岂能因几两银子查抄大臣府邸？几两银子，那可是300万两。好啊，你说不该查抄，魏忠贤为这300万两押上了自己的命。钱爱卿，这皇上是想好了吗？你是打算出这300万两？简直是软硬不吃的狠角色，可偏偏他是皇上，谁也治不了他。魏忠贤，你也别在这跪着碍眼了，事儿是你举发的，你去给锦衣卫带个路。明白了，不能了，陛下饶命啊！老奴遵旨。皇上明鉴，即便真从2人府中家底丰厚，怎能就此事私扣的赃银？对，那都是祖上留下的，臣家中本就银。哦，那倒是朕错怪2位爱卿了。可朕记得，昨日朕让各位为先皇葬礼捐银子，你们俩哭着喊着说家无余财，日日吃糠咽菜，只愿捐1年俸禄，没错吧？家里明明有金山银山，昨日却跟朕哭穷，狗东西，你们这是欺君之罪！300年没当皇上了，这帮老狐狸果然难对付，看来整顿朝纲得提前提上日程了。启奏皇上，老奴已奉命查探刘张2人府邸。奏来，刘松府上370万两，合计620万两，另有古玩字画、玉器珍宝无数。600万两，这2个小官居然贪了这么多！完了，他合共超过的600万两，要是被查出来，是个什么罪？你们2人，臣有罪！魏忠贤，臣私扣赃银，罪该万死，求陛下饶命！回皇上，依祖制当严惩不贷。皇上，我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刑不上大夫，请陛下将2人交由3司会诊。你们的意思是要朕遵祖制，交由3司处置？皇上圣明。既然你们这么相信列祖列宗，那不如朕派你们2个亲自去问问列祖列宗，到底该诛罗恩。魏忠贤，老奴在。你之前侍奉先皇有功，又查出这600万两赃银，即日起任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副居都。什么？这就官复原职了？自罚3杯？穆相公，皇上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们东林党作对啊！我最怕的不是他翻脸，是我们早就掉进了他的圈套里。他登基前的供述全是装的。放开本官！你们这群阉奴！住手！皇上下旨将他们发配金陵，你们竟敢抗旨！钱大人，咱家可不敢抗旨。皇上何曾说过发配金陵4个字？皇上说的是让他们去问列宗在天上，咱家只好送2位大人一程了。原来问问列祖列宗是这个意思！大胆阉奴，搞残害朝廷命官！钱大人，你可别忘了，我们给您的100万两教训啊！完了，
这狗东西竟然敢当众说出来！庶子，黄老夫收你入门下，竟做出这等贪赃枉法的龌龊事，死到临头还血口喷人，好好上路去向列祖列宗忏悔吧！钱老狗，我们贪的是小头还在你手里，1500万两赃银，你拿了800万，你就不烫手吗？狗贼，死到临头还敢诬陷上官，本官与你们势不两立！钱大人好手段啊，把嘴一堵，可就没人知道幕后还有谁了。王公公说笑了，这2个贼子骂不尽的话，岂不是有辱斯文？时辰到了，送2位大人上路。皇爷有旨，此2人去见列祖列宗，路上需4个时辰，4个时辰后若能醒过来，若醒不过来，削回了祖义下葬。这4个时辰，这分明是在警告礼崩乐坏呀！朝挑廷大臣3、4受惨，此乃弱智大臣。杨大人此言差矣，刘璋2人贪墨证据确凿，陛下已圣裁，何须再审？难道你要为侵犯开脱？乾隆心，你这是助纣为虐，不经审理处置大臣，有损皇上圣德。接着演，无非是想把祸水引到皇爷身上。诸位大人别吵了，去奉天殿找皇爷评啊！对，去找皇上。速去锦衣卫衙门，把奉天殿围起来。方正化、李若见必须跟皇上说清楚。臣参见陛下。方正化，东厂和锦衣卫的饷银现在发的怎么样了？皇爷明鉴，厂卫已经3个月分文未发，就算减半发放，也断断续续快2年了。怪不得后世对这段历史都有争议。他再贪，至少还能拆东墙补西墙，给厂卫发饷，而朕……李若乾，你来说说经营的情况。户部上个月不是刚拨了饷银吗？皇爷，经营已经欠饷5个月了。什么？户部批的饷银要先在内部周转填窟窿，到了兵部还要再挪用一次。就算最后到了经营，落到兵卒手里的10成里连3成都没有。闯贼和贱奴都快打到家门口了，你们居然还在喝兵血！皇爷，差事办妥了，那群大臣都在奉天前跪着请愿，老奴已经让锦衣卫把殿围死了，一个都没放走。传旨，方正化暂领东厂一定职务，所有在京厂卫人员无紧急之事者，即刻前往北镇抚司教场集结。是。魏忠贤那边抄家抄的怎么样了？还有诈迷古玩险正在清点，告诉魏忠贤，立刻押50万两现银到北镇抚司教场，其余银两全部收入内囊，最后留100万两交给国库。老奴请皇爷三思。皇爷将抄家银两收入以此为由，公博陛下中饱私囊。是啊，皇爷，不如全部交给国库，有多少落到兵饷银？交国库，朕今天就要告诉克扣下来，大明的刀只能握在朕的手里。陛下，诛杀魏国，整肃朝纲。来得正好，整肃朝纲。朕倒要看看今天是谁整肃谁。你们不用劝了，朕意已决，朕要亲自去北镇司发饷。方正化、李若莲，你2人带人随行护驾护驾，那帮大臣一个都不准放走。镇场子的事，朕只能靠你了。就算拼了，绝不让一个人走脱。老奴遵命。刚登基时，我以为坐上龙椅就是天下之主，可笑，我不过是朝臣们养在金丝笼里的雀鸟。这一次，我要亲手砸碎这个笼子。王大半，你一定要撑住这半天，只要半天，朕就能握住京城的刀把子。方正化，奴婢在，由你暂管场卫一应事务。开始点名。方公公，陛下今日亲临，不知有何旨意？皇爷要给你们补发拖欠的饷银。启奏皇爷，场卫今日到场者合计2200人。朕登基以来，有愧于弟兄们。朕原以为场卫不过是拖延了2、3个月饷银，直到今日朕才知道，你们竟已困顿至此。朝堂上的百官骂你们是朕的鹰犬，是朕的爪牙，但在朕看来，连为先皇办葬礼也都拿不出。可就在今天，朕从2个狗官家里抄出了白银600万两。狗官，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今天，朕就用这些赃银，给弟兄们补足所有欠粮。奉旨，发放场卫欠饷及赏银，依次列队领取。场卫的职责就是做朕的耳目，监督百官。别忘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都别忘了，你们吃的是谁的饭？吃皇上的饭，穿皇上的衣，为皇上效死。方正化先不回宫，摆驾去经营。皇爷，万万不可！经营盘根错节，各方势力都有眼线。如今您与百官减负4区经营太危险了。是皇爷，等我们先摸清经营底后再做打算。是啊，无妨。别忘了王大半可是把百官都留在奉天宫前了，他们现在连消息都传不出去。钱大人，不好了！皇上去了北镇复宿，给场卫补发了所有欠饷，用的就是刘璋2位大人府上抄出来的银子。场卫已经彻底被皇上收服了。我明白了，全明白了。他把我们困在奉天殿，就是为了打时间差，封锁消息。李贵，当年咱们扣下的那块锦衣卫腰牌，你还带在身上吗？回大人，你带着这块腰牌混进宫去，务必把这封信亲手交到乾隆兴大人手上。晚了，我们所有人都得死。都给咱家安静点！今日宫中有要事，不见外人，谁再敢硬闯，打断他的腿！这位公公，小的是来给奉天殿的大人们送吃食的。您看，这是锦衣卫的腰牌。挑夫留下，你跟我们进去送。相公，不对劲，今天这些锦衣卫，我一个熟面孔都没见着。这是有人故意安排的。王承恩这是在软禁我们。李翰林，这是要去哪儿？哼，本官要去处置翰林院的紧急公务，你一个阉宦也敢拦我？想效仿前朝阉宦乱政吗？乾隆氏，管好你的狗！
老爷别说话。那边你在干什么？乾隆叔，老贼，我恨不得生啖你肉，拿命来！有刺客，拖下去，严加审问。乾隆神，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李贵，是我害了你。什么？皇上根本不在奉天殿，他收服了畅武司，现在他去了京营。完了，全完了！皇上根本没在宫里，皇上根本不在奉天殿，他去了北镇抚司，收服了场卫，现在已经去了京营。什么？他要抓京营的兵权？等所有人都知道皇上不在宫里，立刻煽动百官往外冲。好，我这就去。陛下，臣有本奏，请陛下出来见臣。陛下，您把我们困在这里半日，不闻不问，究竟是何用意？难道是要听任阉宦乱政吗？闹吧，尽管闹吧，等皇爷握着京营的兵权回来，看你们还怎么闹。这就是拱卫京师的京营。皇爷息怒，京营击毙早已不是当年的劲旅了。你若抢你来告诉朕，朕的38万京营大军就这副德行。皇爷，兵部册记上写的是38万，但据臣暗中查访，实数不足什么14万，而且真正能打仗的恐怕不足2万。剩下的要么是老弱病残，要么是被各级军官盘剥的衣食无当的弃子，像眼前这样的，至少占了80%以上。11万人，11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士兵。走，进营去火头营，朕倒要亲眼看看他们每天吃的是什么。臣赵立成叩见皇上，不知圣驾亲临，臣罪该万死。赵爱卿用过晚膳了。回皇上，臣方才正在用膳。那正好，朕赐你在这火头营里陪朕一起用膳。臣有罪，臣罪该万死。怎么，我大明的士兵都能吃，你赵肥都就吃不？皇上，这等糟粕是寻常士族的口粮，您和臣是贵人，是钱尚书保举我来的，怎能食用？笔杆子也能当将军？乾隆新的手伸的未免太长了。老人家，朝廷拨的粮饷，你们领到过吗？回上说，小老儿从未领过。赵提督心善，愿意借银子给我们周转。怎么个借法？隔壁刘麻子借了3两银子抓药，半年就要。赵立成，你把朝廷的军饷半年利息翻倍，图风狠。皇上，没有啊，银子都被工部借走修漕运了，这些是臣的私银。不可能！拖出去，按律处置。皇上饶命！我岳父是乾隆司，是钱尚书啊！皇爷，处置了赵立成容易，可经营不能一日无主啊！李爱卿，朕命你暂代经营提督职，全权处置营中事务。万万不可！奴才是锦衣卫，兼任武职，与组织部横官们定会群起弹劾。也怕是暂管1-2日，你立刻传我的话，明日一早，朕要给所有人补发3个月欠饷，每人再将10两银子。奴才明白了，奴才领命。记住，先稳住军心，等朕回宫处理完那帮文官，立刻派大军前来接防。方正化，你说朕今天处置了赵立成、乾隆顺，会不会狗急跳墙？皇爷放心。启禀皇爷，王公公让奴才加急禀报，已经开始冲击宫门了。来得正好，朕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王承恩，你软禁百官，阻断君臣沟通，这是阉宦乱政。皇爷有旨，命你们在此候驾，谁敢走就是抗旨。完了，这下被东林党坑惨了，这可是杀头大罪呀！皇上驾到！老奴恭迎皇爷。朕听说钱爱卿方才遇刺了。回皇爷，确有贼人混入送饭队伍，意图行刺，已被锦衣卫当场拿下。王大办，既然遇刺，立刻派人将钱爱卿保护起来。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接近。老奴遵旨。皇上，臣不需要保护，臣很安全。皇上明鉴啊！抓到的刺客交给东厂，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查清所有同党，拿到完整口供。完了，李贵落在东厂手里，迟早会招供。诸位爱卿齐聚在此找朕，有什么要紧事，非要当面禀报。皇上，刘松、张之2人皆是朝廷亲贵，纵使有罪，也该交由3法司会审。如此处置，与理不合。闭嘴！朕何时处置大臣了？分明是让他2人去替朕询问太祖高回不来。怎么？杨爱卿对此也有异议？这也太荒唐了！可谁敢反驳？反驳就是质疑太祖。臣不敢，臣收回刚才的话，请皇上念在2人曾为朝廷效力吧。上次他们给2个死鬼讨个名分，名分就不必了。明日朕会派人给他2人中各送1块御赐匾额，也算是光耀门旗了。皇上圣明！杨涟和东林党害惨我们了。抄家得银600万两，100万办丧仪，50万安抚场卫，还剩450万。经营补发欠饷就要300万，剩下的根本不够应对明年的危机。王大板，乾隆司官哪儿了？皇爷在东厂净室。那个刺客呢？查实主癖在演戏，严加看火，不许任何人与他接触。朕要让他好好反省自己的罪过。老奴这就去办。现在该给那2位爱卿题写匾额了。穆成公，皇上太反常了，他不仅重新启用了魏忠贤，收服了场卫，还把前宫抓进了东厂，还有那个李贵，他要是扛不住审问，把我们都咬出来，那就全完了。天还没塌下来，老夫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崇祯登基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他从一开始就在演戏，装作恭顺有礼，骗取我们的信任，助他登上皇位。等皇位坐稳，就立刻调转枪口，要将我们东林党一网打尽。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身后了。他崇祯也江南投身大户，只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出乾隆星，还有立刻通州那边做好准备。老爷，宫里来人了。匾额上面写的什么？一块写的是贪墨第一，另一块写的是欺君典范。崇祯，你欺人太甚！穆长公，前宫被抓进东厂，李贵也落在他们手里，再不想办法，我们都得完蛋。村支，情报网暂时由你接管，务必尽快联络上袁府的手下。今夜大家分头行动，发动所有能联系上的官员，明天集体称病罢朝。我东林党遍布朝廷各个衙门，只要我们同时罢工，整个朝廷立刻瘫痪。到时候崇祯只能乖乖放了袁府。头儿，那帮人散了，老东西好像在写奏折。皇爷，咱们拨足了饷银，夜里当值不能苦待弟兄们，每人1壶酒，2个火烧夹肉，管够。头儿，皇爷今儿咋这么大方，一下给咱们补了3个月饷金，还每人加上20。你以为银子哪来的？抄了刘松、张志2个贪官的家，足足600万两。600万两，那俩贪官这么能贪？可不是嘛！皇爷说了，这银子本该进国库，可进了国库，层层克扣下来，咱们连个铜板都见不着。明天皇爷要顶住文官的瞪出来，也得把这老狐狸盯死了。是。皇爷，钱谦益他们果然要发动罢朝，明天早朝至少有1/3的官员会告病。意料之中，这帮人也就这点本事了。乾隆之怎么样了？关在净室里才3个时辰，就开始摔东西了，估计明天后半朝就得扛不住。魏忠贤呢？老奴参见皇爷。刘张2府查抄已毕，450万两现银已全部送入内库。明天早朝由你率先起奏。老奴遵旨。启奏陛下，6部督察院、通政司等衙门今日告病官员已逾30%。陛下，老臣无能，致使礼部诸多事务已无法正常运转，此等局面，扶起陛下圣才。扶苦陛下圣才。皇帝，这下该慌了吧？朝廷瘫痪了，看你怎么办。少了这么多官吏，朝廷还怎么运转？周永称，皇爷是。刘廷元，臣在。这些空出来的职位，由你们3位即刻遴选贤能，火速补上。今日之内，朕要看到名单。什么？他居然要把这些职位天上掉馅饼了！我们终于熬出头了！皇上，此事万万不可！这些职位事关重大，岂能如此仓促任命？魏忠贤，老奴在。京城这么多官员一夜之间病倒，你们东厂是干什么吃的？为何没有半点奏报？皇上，老奴冤枉啊！不是老奴不报，是此事透着古怪。据老奴手下查探，这些官员根本就没病。掌嘴！你们东厂昨夜到底在干什么？从实招来。是。钱谦嗣上正。杨涟说：“穆强公，您说怎么办吧？皇上如今又把厂卫抓在了手里。天启朝时，咱们东林被阉党大肆清抹的旧事，可还历历在目。”钱谦益说：“崇祯不是天启帝那种愣头青，他刚刚登基，脚跟还没站稳。”今夜大家分头行动，发动所有官员，明天集体称病罢朝。只要朝廷瘫痪，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皇上，老奴所言句句属实，这里还有昨夜东厂贩子记录的所有谈话内容，请陛下御琏。钱谦益、杨涟，你们还有何话可说？结党营私，煽动罢朝，要挟君主，好啊，真是好得很。朕倒要看看，今天是谁拿捏谁！启奏皇上，臣要弹劾钱谦益、杨涟、高攀龙结党营私，窥测圣意，意欲欺君罔上。皇上，臣也弹劾他们包藏祸心，煽动百官罢朝意。臣弹劾。不可能，难道洪武朝的锦衣卫回来了？诸位爱卿，言重了，朕岂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开罪朝廷重臣？魏忠贤，你这狗奴才，若拿不出真凭实据，朕定严惩不贷。老奴这就说，昨夜杨大人离开乾夫府后，回了自家府邸，与家人闲谈至深夜，言语间尽是对朝廷的不满，与对皇上的不听去了。够了，休要再念这些无关紧要的话，说结论。启奏皇上，所有告病的官员都是在与钱侍郎等人后一夜之间全部病倒的，此病传播极快，如同瘟疫。什么？传御医？世上可有接触即发夜传变的病症？陛下，此乃烈性传染的一种，欲要控制，必须立刻隔离。传旨，所有告病官员一律视为疑似染疫，封闭家门，居家隔离。你带东厂锦衣卫前去值守，任何人不得接触，违抗者按律严惩。老奴遵旨。完了，罢朝逼宫变成了堵在家里，不出几天就会人心涣散，几百号人全完了。陛下，臣有罪，是臣一时糊涂，聚众串联组织罢朝，皇上要处置就处置臣一人吧，万万不要牵连其他同僚。既然知罪，朕也不愿多做苛责。昨晚你们怎么撒出去的网，今天就怎么收回来。那些染病的同僚，该痊愈的就让他们赶紧痊愈。臣等遵旨，定当妥善处置。但是今日这么多官员集体病倒，闹得沸沸扬扬，朕总得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这些人里，怕是有超过一半是真的病体沉重，再也回不了朝堂了吧？该安排哪些？既然诸位爱卿没有异议，此事就这么定了。启奏皇爷，昨日查抄刘松、张志府邸，共得现银600万两
100万两治丧银已入国库，50万两拨付厂卫，剩余450万两。抄没中赃银理应入国库。启奏皇上，按祖制，不能再触怒龙颜了，否则一半就会变成全部。昨日您御笔亲书的2块匾额，造办处已经赶制完成了。好，诸位爱卿，昨日朕听了杨御史的谏言，深觉有理。刘松、张志虽有过错，但念在操劳办之声，害专人看护，尔等日后若有机会，也当去拜祭瞻仰。诸位爱卿都近前来，一同观赏。我的天，皇上居然提了这4个字，这那是光耀门楣，这是遗臭万年啊！欺君典范，欺人太甚！崇祯这是在当众打我们东林党的脸啊！这2块匾额，朕觉得很贴切。刘松贪没600万两，当得起贪没帝君典范。传记时开乱，并让京城百姓来瞻仰这2块御赐匾额，谁敢摘下，以抗旨论处。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朕丑话说在前头，以后谁再敢结党营私，煽动百官要挟君主刘松、张志就是榜样。朕不管你是东林党还是齐楚这党，若敢心怀不轨、贪赃枉法，朕的刀快等遵旨。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该轮到乾隆洞了。还有那1500万两赃银，朕要连本带利全部收回来。杀人诛心，这简直是杀人诛心呐！东林书院刘松，事发家搜出此乃国之巨怒，特赐此匾以昭世人。完了，这块招牌彻底臭了！皇上御笔，铁画银钩，正气凛然。此匾一书，仙贵。此言极是，注释通俗度懂，贩夫则句亦能一目了然。皇上圣明。传朕口谕，必须损坏私藏或不挂者，以抗旨论处。老奴遵旨。皇上不可！刘松、张志虽有过错，皇上如此对待过往臣子，恐令天下读书人寒心，收回此匾啊！殚精竭虑，依朕看，高大人，朕问你，是？那朕这匾额上所刻的罪行，查抄的家财，此是否属实？是。好。既然高爱卿明辨是非，朕这里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朕断一断。昨日微服视察经营，亲眼所见士卒衣衫褴褛，面有菜色，报年时翻倍。高爱卿，经营提督赵立成竟挪用军饷放印子钱，欺君罔上，数罪并罚，该当何罪？回皇上，赵立成所犯之罪，按律当严惩，只是他本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还望皇上念其初犯，从轻发落。说得好，念在他是初犯，不愧执掌督察院的高爱卿，执法严明。不过嘛，本人罪谱大罪，斟酒就烈，将他按律处置了。什么？死了？早死了1宿了，我还在这求情。赵立成死了，经营提督的位置空出来了。陛下，经营不可一日无主，提督一职关乎京师安危。经营提督的人选，朕心中已有计较，正在斟酌。此事就不劳诸位爱卿费神了。退朝。哟，杨御史，您可算出来了！您家里昨晚说的那些话，现在全京城都快传遍了。是啊，没想到杨御史平日里一本正经，私下里还有这么多趣事。你们欺人太甚！斯文扫地，成何体统？高攀龙，你也不是什么好鸟。若不是皇上仁厚，刚才殿上本官倒想问问你，你接手的那个情报网络到底是干什么的？哎呀，钱侍郎身体不适晕倒了，快来人呐！陛下，奉天殿外钱谦司晕倒了。哼。一群争权夺利的蛀虫，朕故意把那些基层官职分给齐楚热党，就是为了激化他们和东林党的矛盾。现在看来火候差不多了。不过齐楚越党搞内斗还行，真要扳倒东林党还差了点意思，是时候给东林党致命一击了。魏忠贤，老奴在。朕记得你与周庸他们几个私交不错，去给他们带个话，告诉他们选一份东林党历年贪墨结党的完整名单。谁能先拿出证据扳倒东林党的核心人物，那些空下来的3品以上职位就优先给谁。老奴明白了，这就去办。皇爷，把这么大的权力放给3党，会不会养虎成患？放心，他们斗得越凶，朕的皇位就越稳。他样败头俱伤，朕再出来收拾残局。更何况就那……启禀皇爷，乾隆县扛不住了，他全都招了。好，传旨，立刻封锁东厂，任何人不得进出。让周永春、黄彦士、刘庭元他们3个想办法凑出15万两银子，给钱谦府上送去。皇爷，您说让齐楚这3党的党魁给他们的死对头钱谦益送礼？怎么有问题？嘿嘿，没问题，太没问题了，老奴这就去办。皇爷，您这招真是绝了，老奴佩服得五体投地。知道该怎么送吧？老奴明白，不仅要送，还要大张旗鼓的送，要让全京城的官员都看见，让那些跟着钱谦益霸朝的东林党好好看看他们的领袖背地都干了些什么。去吧，办得漂亮点儿。要让全京城的官员都看见。钱谦益啊，钱谦益，这次我看你怎么解释。皇爷这招借力打力，比老奴的东厂高明多了。
王大办，去把英国公张之吉给朕请来，朕要将经营提督的位置交给他。经营可是荆棘重地啊！第8代英国公张之吉一心整顿军政，却被党争撤除，郁郁而终。他的儿子张世泽城破之日向神死阶，满门忠烈，无一人投降。明末朝堂，文臣多贪腐，武将多畏战，满朝文武要么是东林党，要么是阉党余孽，唯有英国公一脉是真正的国之柱石。王大办，你记住，这大明的江山不能只靠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能保大明不灭的是刀是兵，是像英国公这样愿意为国死战的人。奴才明白了，奴才这就去请英国公。启禀皇爷，不好了！关在东厂净室里的乾隆叔钱大人撑不住了。哦，撑不住了？说说怎么个撑不住法？起初他还在屋里砸东西抱怨，后来就没声音了。现在里面只剩下他大哭大喊的声音。爹有天大的机密要当面禀奏您，陛下。单独看管才1天1夜就熬不住了，这些东林党人意志还真是薄弱。既然他这么想见朕，那就带他过来吧。朕倒要看看这位东林党的智囊能给朕带来什么惊喜。陛下，陛下！皇爷，臣有罪，臣知罪了，求皇爷饶了臣吧，臣再也不敢了。钱大人，你不是说朕处事不公，说朕重用阉党，祸乱朝纲吗？怎么现在又知罪了？臣胡说八道，臣罪该万死。皇爷是英明之主，是臣有眼无珠，求皇爷把臣放出去吧，臣再也不想待在那个净室里了。哼，不过是让你在净屋里反省1天1夜，就把你吓成这样。看来钱大人的定力也不过如此。皇爷您不知道，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臣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臣真的快要崩溃了。臣什么都愿意说，臣知道东林党的所有秘密，臣知道他们藏银子的地方，臣知道他们和关外的往来。哦，和关外的往来？是，臣全都告诉您，只求皇爷饶臣一命。乾隆司，朕要的不是你的秘密，朕要的是你的人。皇爷，您的意思是？从今往后，你就是朕安插在东林党里的一颗钉子，东林党的一举一动，你都要如实禀报给朕。做得好，朕饶你一命；做得不好，你就永远回那个净室去吧。臣遵旨，臣谢主隆恩，臣一定肝脑涂地，报答皇爷的不杀之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钱谦益、乾隆系已经倒了，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开门！快开门！我们要见钱大人！完了！皇爷下旨要撤职1万，我们几百个人1万要丢官啊！都怪钱大人，非要带我们罢朝。现在好了，他自己躲在府里不出来，让我们给他背锅。你说这次谁会被撤职？我听说上面要按资历裁员，你比我早来3年，肯定没事。别装了，昨天我还看见你偷偷给吏部侍郎送礼，别以为我不知道。开门！我家老爷之前答应钱大人的东西，派小的们送来了。这位兄台请了，敢问你们是哪位大人府上的？给钱大人送的是什么东西？回大人，小的是户部侍郎周永称周大人府上的，老爷只吩咐把东西送到，具体是什么，小人不知。周永称那不是齐党的党魁吗？他和钱大人是死对头啊，他怎么会给钱大人送东西？不对，这些人穿灰衣甲的是楚党黄彦士府上的，那个穿黑衣服的是浙党刘廷师府上的。糊涂东西，谁让你们走正门的？不懂规矩吗？都给我抬到后门去，快走！银子，全是银子！我的天，这一箱子得有多少银子？
1万两，不止，绝对不止！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我们这些6、7品的官，一年俸禄才几10两，这一箱子够我们活一辈子了。刚才那是要送给钱大人的银子，不可能！钱大人高风亮节，怎么会收死对头的银子？一定是你们看错了。可这满地的银渣子，总不能是假的吧？依我看啊，肯定是钱大人之前帮了他们大忙，不然人家凭什么白送这么多银子？不能吧？他们跟咱们可是死对头，钱大人凭什么帮他们？那一箱子少说1万两，15口箱子就是15万两，钱大人得帮他们办成多大的事儿，才值这么多银子？这你就不懂了，大人物之间能交易的东西多了去了，比如官职。这是内库的银道，你们看，上面有内库的印记。内库的银子，周永春他们怎么会有内库的银子？不对，不是周永春他们送的，是黄爷，是黄爷让他们送的。混账东西，眼睛长哪儿去了？还不快捡起来装好！要是耽误了老爷的事儿，饶不了你们！皇后为什么要给钱谦益送银子，而且还是15万两？难道钱谦益早就和皇爷达成了默契？他带我们罢朝，就是为了把我们推出去？钱谦益，你这个叛徒，我们被你骗了！魏公公，皇爷真是神机妙算，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东林党自己窝里反了。是啊，以前咱们跟东林党斗了10几年，都没这么痛快过。这下钱谦益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皇爷这招离间计真是绝了。那是自然，皇爷的手段岂是你们能想象的？东林党这群伪君子也该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了。上差大人辛苦了，快里面请。家父在天之灵，要是知道皇上赐了金匾，一定感激不尽。不必了，奉旨挂匾，挂完我们就走。是，我这就叫人来人搬梯子。上差，这是不是弄错了？家父可是朝廷命官呀，怎么会是？大胆！御赐金匾，岂容你质疑？立刻挂在大门正中最显眼的位置。上大哥，行好，咱们商量商量，这匾咱不挂了行不行？我把它供进宗层里，天天烧香。刘茂，你敢抗旨不成？不敢，小的不敢抗旨。只是这匾挂出去，我们刘家以后还怎么见人啊？现在知道怕了。你爹贪赃法营私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刘府刘松大人过世，皇上御赐金匾，大明帝宠宗室。各位父老乡亲都来看啊！大明杜宠，这名字起得好。刘松那老东西贪了咱们多少银子？皇上圣明啊，早就该制止这些贪官了，活该，让他们家世代都背着这个骂名。
圣明。不对啊，御赐贬本从来都是褒奖功臣，哪有这么骂人的？快看，饼下面还有小字，读书人，快给念念。督察院御史刘松，东林书院出身，崇祯元年查抄魏忠贤府邸，贪没赃银150万两，事发后抄家，搜出财物折银370余万两。砸烂他们家！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穆秋，安心养病，朝堂上的事我们慢慢周旋。皇上年轻气盛，总有想明白的一天。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齐楚这三党带着15万两银子来送礼，箱子摔了，银子洒了一地。现在外面几百个官员都疯了，堵着大门骂您卖友求荣，拿他们的官位换银子。什么？老爷，刘大人和张大人府上出事了，皇上赐了他们大明杜崇的事刻在匾上，全城百姓都在骂他们，已经开始打砸两家的大门了。木斋，你怎么样？守在两家的锦衣卫说了，打砸可以，就是不能破坏御赐金匾，否则力斩。他们根本就是皇上派来看着的。皇上这是要动摇我们的根本啊！以前我们能影响大众看法，是因为百姓信任我们，现在他用一块匾就把我们的名声彻底毁了。我绝不会就此妥协，此事难以平复。你们都看到了，皇上把我们往绝路上逼，你们能忍，我不能忍。我今日所受的奇耻大辱，一定要讨回公道！你疯了吗？你想因为你一个人的荣辱，拉着整个东林党几百号人一起陷入绝境吗？我们当初聚在一起，是为了抵挡朝纲，重振大明。可现在呢？我们包庇贪官，结党营私，对抗圣意，和那些我们最痛恨的阉党有什么区别？木禅，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为了权位，连自己的清名都不要了。刘松贪了370万两，你身为东林领袖，不仅不弹劾，反而替他遮掩，你对得起那些信任我们的百姓吗？诸公在此高论吧，恕老夫不奉陪了。从今往后，我高攀龙与东林党再无瓜葛。走就走，少了他一个高攀龙，我们东林党就不行了吗？穆朝公，你说句话，我们到底争不争？我们到底争不争？争！不为我钱谦益的名声，不为你们个人的权位，为了东林上下数百名同僚的身家性命，为了我们东林一脉100年的传承，也得争！好！这才是我们的穆愁中。你说怎么干，我们都听你的。崇祯不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吗？那我们就只能放手一搏。他以为折断了我们的笔杆子，我们就没办法了吗？别忘了，这大明的官场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对，6部9卿、地方督府有一半都是我们东林的人。他崇祯一个人还能跟整个大明朝堂作对不成？我们立刻联络各地同僚，上书弹劾魏忠贤乱政，就说这一切都是阉党在背后挑唆，离间君臣。还有，立刻派人去通州，把孙承宗孙大人请回来。我就不信有孙大人在，他崇祯还敢对我们步步紧逼。听说了吗？昨晚皇上微服私访咱们经营了，还亲眼看见赵提督克扣军饷，当场就怒了。信那些鬼话？哼！皇上会来咱们这破地方？做梦呢！有那闲工夫，不如想想怎么熬过今晚。赵都督因克扣军饷被就地正法了，朝廷将他的罪状挂在营地大门上示众。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真的，真是朝廷处决赵立成的告示。
该！这刮土币的贪官喝了我们多少血，早该伏法了！昨晚的传言是真的，皇上真的来了！皇上真的来了！是炖肉，真的在炖肉！3年了，我3年没见过肉了。不是做梦，真的是。好吃，太好吃了！皇上真的记得我们。因国公道。君主依旧挂接众人。公公莅临营地。公公莅临营地。李提督，皇上昨晚真的来了，下个月真的能发饷吗？能发几成啊？我手底下的弟兄们都快饿疯了，再没饷银，真要出乱子了。诸位放心，皇上金口预言，不仅下个月发饷，之前欠的所有军饷都会分批补发。因国公道。李提督，辛苦了。皇上命本宫接管经营一应事务，此乃圣旨。公爷辛苦，经营印绶在此，即刻交接。朕给你全权，粮饷从内都直拨皇仓直发。朕只要一支能战的雄师。升帐！大将军升帐了！大将军升帐了！大将军升帐了！朕给你全权。升帐！听说你想见朕？回皇上的话，老臣知罪，老臣罪该万死，求皇上饶命，求皇上再给老臣一次机会。哦，你知罪了？那你说说，你都犯了什么罪？老臣不该结党营私，不该包庇刘松，相视探墨，不该跟着钱谦益对抗圣意。老臣糊涂，老臣鬼迷心窍。哼，就这些？老臣还知道东林的所有秘密，他们藏银子的地方，他们和各地士绅的勾结。是钱谦益的主意。只要孙阁老回京，朕倒是听太监们说，钱爱卿急着要见朕，还说有天大的机密要禀奏。是臣治家不严，前日刺杀皇上的刺客，竟是潜伏在臣身边多年的管家。臣恳请皇上开恩，放臣回去彻查，一定揪出背后主使，给皇上一个交代。哦，钱大人何出此言？可是朕手底下那些没眼力见的小太监伺候的不周，慢待了钱爱卿？绝对没有，是老臣自己想通了，主动求见皇上。来呀！钱大人既然还没想清楚，那就送他回去，再好好想一天。皇上饶命！臣知错了，臣真的知错了，别把我送回京师，求求您了。好了。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敢满口废话敷衍朕，
下次就关你10天。陈全说，昨日奉天殿前的百官聚集，是钱谦益指使我和杨莲煽动的，就是为了向皇上施压。这些朕早就知道，说点朕不知道的。抄没魏忠贤家产时，除了刘松、张志，我和钱谦益、杨莲也都贪墨了赃银，总共不下300万两。哼，这种烂事，锦衣卫的密报早就堆满朕的案头了。看来钱爱卿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臣有，皇上您肯定不知道，东林书院背后真正站着的是谁？哦，说来听听。要是敢有半句假话，朕就让你在禁室里过完下半辈子。皇上明鉴，东林党的根基根本不在朝堂，而在江南。江浙安徽的那些士绅望族，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天启朝魏忠贤迫害东林时，就是这些士绅把我们藏起来，才保全了性命。皇上登基后召我们复职，他们就借着我们的势力，控制了南北漕运，还有粮食、布匹、盐铁的所有生意。继续说。后来湖广直隶的士绅见有利可图，也都加入了进来。钱谦益牵头，把所有生意都划分好了地盘和利润，谁家管漕运，谁家卖盐，谁家垄断茶叶瓷器，都分得清清楚楚，大家一起赚钱，谁也不许抢谁的。至于我们这些在朝当官的，自然也能分真好处，哪个官职要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只要士绅们出了钱，我们就负责把人安插进去。这么说，天下的百姓其实是在给这些士绅打工，朝廷收的税还不如他们一个家族赚得多。是啊，又拿江南的盐商来说，一年赚的银子比朝廷1年的赋税还多，而且他们还不用交税，所有的负担最后都落到了老百姓头上。难怪大明连年灾荒，国库空虚，百姓民不聊生，这些士绅却依旧锦衣玉食，富可敌国。原来不是大明没钱，皇上，这些士绅盘根错节，势力大得很。别说地方官了，就是朝廷大权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势力大，朕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势力大，还是大明的国法大？原来如此，东林党不过是台前的傀儡，江南士绅才是真正操控大明的幕后黑手。他们出钱养官，官员用权护着他们赚钱，整个大明都成了他们的提款机。前世我拼尽全力改革，却无力回天，原来这才的士绅财源吸尽了民脂民膏。既然如此，这些和东林党勾结的士绅具体都是哪些人？你负责联络的有多少？回陛下，东林内部采用单线联络，每人仅对接固定数人。臣只负责直隶一带的士绅，还有阵营内的钱谦益、杨涟、高攀龙3位。把你知道的所有姓名、商号、联络地点全都写下来，一字不得遗漏。你们几个护送钱爱卿出宫，找一处僻静院子安顿。除了朕指定的人，不许任何人靠近，也不许他和外界接触。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正愁经营的军饷没着落，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这10几个直隶士绅不过是整个网络的边角料，先拿他们开刀，既能凑够军饷，又不会打草惊蛇。皇爷，您是想查抄他们的家产？查抄太便宜他们了，朕要让他们知道，欠大明的、欠百姓，迟早要连本带利还回来。王承恩，传旨，让李若坚立刻带锦衣卫封锁这几家的所有商号和宅院，不许任何人进出。遵旨。太便宜他们了，迟早要连本带利还回来。老爷，几位掌柜都到了，让他们进来。今日劳烦诸位前来，是有要事相商。皇上步步紧逼，我们需要各位事先不忙说事。钱大人，今天朝堂上的事，还有你府门前被围的事，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什么交代？不过是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谣言罢了。谣言？现在全京城都在传，你卖了几百个东林官员的官位，换了15万两银子。我们家主投在你身上的银子，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发的？郑掌柜说的对，我们出钱养着你们，是让你们帮我们赚钱的。可现在呢，你要是没本事掌控局面，就直说。有的是人想做你这个位置。放肆！你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些商人的代理人，没有我们东林党，你们什么都不是。除了我们，你们还能靠谁？钱大人，你搞清楚状况，是我们养着你，不是你养着我们。你把事情搞砸了，还有脸跟我们发脾气？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是我们养着你，不是你养着我们。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人贵有自知之明，钱谦益，你一个失了势，连自家大门都守不住的礼部侍郎，凭什么对我们吆五喝六？告诉你，没了你们这群当官的，我们照样赚银子。
老郑消消气儿，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哼！诸位，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们，当初是我们东林党力排众议，把信王扶上了皇位。可谁曾想，这崇祯登基后就翻脸不认人，处心积虑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今日请诸位来，就是希望我们能同舟共济。只要诸位出手，堵塞通州运河，同时大幅抬高京城粮盐布的价格，逼得崇祯向我们低头。粮盐布，钱大人，这事儿风险可不小。事成之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钱大人，我们生意人喜欢明算账，只要你事成之后给我们办几张粮引和盐引，你说的事儿我们立刻就办。粮引、盐引，几张引单而已，等我东林重掌权柄，立刻给你们办妥。哼，崇祯，你逼我的，既然你不让我活，那大明也别想好过。粮引、盐引，权宜之计。陛下。